穿越斗罗绝世唐门时期，以下前觉醒武魂亡灵法杖，先天满魂力，开局被史莱克学院视为未来的至极邪魂师，强行软禁了起来，逼迫吸收4个10年白色魂环之后，才给了你自由。天无绝人之路，亡灵系统终于到来。这个系统可以召唤死去的生灵复活为你征战。于是斗罗大陆的画风彻底变了。水冰儿97级冰皇斗罗，请战炎少者。火舞97级火影斗罗，马小桃，今天我就要击败你这个火焰败类。金鳄98级封号斗罗，听说你玄子的饕餮神牛很强，比划比划吧。千道流99级天使斗罗，圣灵教，今天当灭。唐三，我命令你赶紧复活我的老师刚子，不然你已经有取死之道。夏前微微一笑，手中亡灵法杖一挥。火龙王150级神王，请战海神。水龙王150级神王，请战海神。山龙王150级神王，请战海神。黑龙王150级神王，请战海神。唐三，诸位龙王息怒，刚刚是我说话太大声了，我把这个神级兔子送给你们当甜点，快点将这10年风狒狒吸收了，本院长的时间宝贵着呢，可没工夫跟你磨叽。吸收了风狒狒以后，你就不用再待在史莱克城，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史莱克城内，名满天下的史莱克学院院长严少哲丢出2只被绑起来的10年魂兽风狒狒，满脸不耐烦地催促身边那个美如画的青年夏前动手。在严少哲身后，他的女朋友蔡妹儿看着自己从路边捡回来的弟弟夏前，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和怜惜。他不想自己的弟弟吸收区10年魂环，荒废了自己的前途。可严少哲的命令，他根本没办法违背。他没有为夏前与天下人为敌的勇气和实力。穿越而来的夏前十指紧握成拳，心中愤怒憋屈，但又无可奈何。没办法，眼前之人可是95级的超级斗罗，而自己不过才区10级魂力而已，拿什么反抗？15年前夏前被史莱克学院的蔡妹儿捡回去，视为亲弟照顾。同年夏前被检测出先天满魂力，惊动了史莱克学院。哪怕是在绝世唐门的时代，先天满魂力依旧非常稀少，是真正的天才。可他的武魂叫做亡灵法杖，亡灵法杖一出，连穆恩都被惊动了，直接认定为这是至极的邪恶武魂。觉醒武魂的当天，夏前就被史莱克学院软禁起来。如果不是蔡妹儿竭尽全力的去运作，夏前说不定会直接被史莱克学院给杀死。邪魂师对大陆的影响太大了，史莱克学院绝对不允许拥有至极邪恶武魂且先天满魂力的人成长起来。如今软禁了夏前整整15年，夏前的年纪也来到了21岁，魂力却才10级，而且还是连第一魂环都没有的10级魂力，潜力已废。史莱克学院也就打算强迫夏前吸收风狒狒，彻底废掉夏前后将夏前驱逐。严少哲就是来负责执行的那把刀。夏前拿起蔡妹儿给他买来的3级魂导器白虎笔，直接杀死了那只风狒狒。在吸收风狒狒魂环前，夏前还是没能忍住对着严少哲发出质问：为什么你们情愿给马小跳一个机会，都不愿意给我？我有绝对的信心不会被武魂影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会比马小桃强10倍。马小桃也拥有极其邪恶的武魂，却依旧得到史莱克学院的全力培养，凭什么他不行？夏前的质问让严少哲不屑一顾：小桃能跟你一样，你有成神的先祖，别废话了。史莱克学院能留下你一条小命，你就应该感恩。马小桃可是他的养女，未来能帮助他稳固在史莱克学院的地位。夏前是蔡妹儿捡回来的，如果夏前识趣的话，他也不是不能在暗中培养夏前。可夏前不识抬举啊，他在追求蔡妹儿的时候，夏前经常搞鬼，阻止他和蔡妹儿在一起，坏了他很多的好事，以至于他现在都没能得吃。再加上夏前长大成人，拥有让他都嫉妒的仙颜，严少哲岂能将夏前留在身边？这个回答让夏前觉得可笑，不再多言，动手吸收了风狒狒死后留下的魂环。严少哲是真不想夏前好啊，这风狒狒真是刚刚达到10年级别的那种。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夏前心念一动，身上就凝聚出个白色的魂环。修炼了10几年，他之所以只有10级魂力，是因为被魂环限制。夏前实际上的魂力等级压根不止10级，所以说吸收这10年风狒狒的魂环才会如此简单。呵呵，20级魂力，不愧是先天满魂力，这里还有一只，也杀了吸收吧。以严少哲的眼力，自然是看得出夏前在吸收魂环后，魂力直接飙升到了20级。既然碰到了，那自然是不能放过。他也是预料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带了2只风狒狒来，现在还剩下1只，他示意夏前继续杀。蔡妹儿再也忍不住了，对着严少哲道：少哲，这是不是太过分了？第一魂环是10年，未来还有希望修炼到魂帝魂圣，甚至于魂斗罗。可要是第2魂环也是10年，那这辈子就真的废了，连魂帝都别想修炼到。蔡妹儿觉得这对自己的弟弟真的是太残忍了。严少哲大义凛然的回答：妹儿，你应该知道，如果不是我帮你在史莱克学院高层进行劝说，他根本就活不到这个时候。这是海神阁集体投票出来的决定，我没办法更改。蔡妹儿还想说些什么，夏前出言阻止：算了，妹儿姐姐，你对我的帮助已经很大了，就这样吧。说完，夏前再次斩杀10年风狒狒，吸收了当自己的第2魂环，也是几秒钟就完事。他的身上又增添了一个白色魂环，30级，好，我真的是小瞧你了，再奖励你1只风狒狒。看着修为再次飙升到30级魂力的夏前，严少哲有种怒极而笑的感觉，他火速离开这里。不过3、5个呼吸的时间，就再给夏前丢了2只10年风狒狒过来。史莱克学院养了不少魂兽，10年风狒狒是那些千百年魂兽的养料，也就准备了很多。夏前没有墨迹，再次斩杀风狒狒，吸收第3枚魂环，40级，你小子当真让我感到意外。吸收第3魂环后，严少哲再次感受到夏前的魂力暴涨，这让严少哲已经凝聚出极强的杀意。想不到史莱克学院如此打压夏前，还是没能让夏前这个天才废掉吗？夏前没有说话，再次默默地杀死10年风狒狒，将其吸纳为自己的第4魂环。有史以来第一个4个魂环都是白色的魂宗诞生了。感应到夏前现在的魂力只有41级，严少哲这才松了口气。如果夏前吸收了第4个魂环后魂力直接飙升到50级，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击杀。21岁，4个魂环都是白色的情况下都能修炼到魂王以上，此等人物绝对不能留。好在夏前现在只是41级，21岁，41级，4个魂环都是最为垃圾的10年风狒狒，夏前已经彻彻底底的废了，未来修炼到魂帝都难，没有为祸大陆的能力。哼，记住，以后在外不可作恶，也不可打着史莱克学院和妹儿妹妹的旗号行事，若有违背，我会亲自将你斩杀。妹儿，我们走吧。蔡妹儿这个时候已经哭得泪流满面，她的心中充满了悔恨，当初她就不应该看着5岁大的夏前可爱迷人就将其带回史莱克学院，如果没有将夏前带来，那么夏前绝对不可能落得个今天的下场，是他亲手毁了自己的这个弟弟。严院长，你先回去吧，我有些话想和弟弟说。亲眼看到严少哲逼迫自己弟弟吸收4个10年魂环后，蔡妹儿对严少哲的好感降低到了冰点。她原本就不怎么喜欢严少哲，只是在玄子、穆恩这几个人的撮合外加用夏前武魂那件事情做文章威逼下才答应和严少哲交往。现在自己的弟弟被这些人逼迫着吸收4个10年魂环，前途尽毁，蔡妹儿也没什么可被威胁的，也就打算和严少哲分手。听到蔡妹儿的话，严少哲很不高兴，可想着自己刚刚的所作所为或许已经惹怒到了蔡妹儿。
妹儿。为了和这个内院最美女老师关系敲定下来，严少哲还是答应了蔡妹儿的这个小要求。沉默的夏钱在这个时候冷声道：“严院长，如果有一天史莱克学院出现了为祸大陆的人，我希望严院长你能像今天这样大义凛然，正义诛邪。”严少哲压根没把夏钱放在心上，直接就走到了院外。他史莱克学院怎么可能出现危害大陆的人？真要出了，他自会亲自去清理门户。等严少哲离开，蔡妹儿走到夏钱的面前，将夏钱拥入怀中，准确来说是他拥入夏钱的怀中。21岁的夏钱，人高马大，要比蔡妹儿高出一个头。当姐姐的蔡妹儿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反而像个妹妹。感受着蔡妹儿身上的体香，夏钱不由得狠狠的深吸。蔡妹儿哽咽的道歉：“弟弟对不起，是姐姐我害了你。”夏钱淡笑道：“妹儿姐姐，这跟你没关系，这都是我的命。如果姐姐你不把我带回来，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是往后弟弟不能陪伴在你的身边了，你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他对蔡妹儿充满感激，没有丝毫怨恨。这些话让蔡妹儿更加愧疚。从夏钱的怀中脱离，蔡妹儿拿出一个空间魂导器指环，亲自给夏钱戴上，柔声道：“这里面有姐姐这15年来的工资，不多，也就397万而已。弟弟你拿着这些去买些宅院，婢女，安安稳稳的过完余生吧。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可以写信告知我。”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工资不低，封号斗罗级别的更是年薪100万金魂币。不过蔡妹儿4年前才修炼到封号斗罗，外加日常消耗，所剩的确不多，几乎是全都给了夏钱这个弟。夏钱刚想推迟，就被蔡妹儿竖起食指抵住嘴：“不要多言，收下。”看着蔡妹儿那严肃的表情，最终夏钱什么都没说，接受了来自于姐姐的400万金魂币巨款。蔡妹儿的脸上这才洋溢出些许笑意，随后认真的告诫：“弟弟，答应姐姐，一定不要成为邪魂师。”如果夏钱成为了邪魂师，蔡妹儿是真的没办法保住他了。那姐姐你也答应我一件事情。邪魂师，夏钱根本看不上邪魂师，自然不会去当邪魂师。不过既然蔡妹儿都这么说了，那夏钱也就顺势而为。蔡妹儿没有去计较这点，反而很高兴的询问：“弟弟要我答应你什么？”夏钱贴近蔡妹儿的耳垂，低声说出自己的要求：“我希望姐姐你不要跟严少哲。”话说完，已经快40岁的蔡妹儿的脸上浮现出娇羞的红晕，她想不到自己的弟弟居然要求自己这样。严少哲要是知道了，怕是会把夏钱扒皮抽筋。看着夏钱那期待的表情，再加上严少哲刚刚那拙劣的表现，蔡妹儿也不知道怎么办，鬼使神差的点头应下：“好，姐姐答应你，没有你的允许下，绝对不会守不住自己的。”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蔡妹儿的心跳到了这辈子的极限时刻。姐姐真好。夏钱感觉自己这不是要求，而是任务。蔡妹儿连任务都能答应，这能证明很多事情。或许很多本子里的剧情也不是不能成真。姐姐我先回去了，还得和海神哥那些人说这件事情。不在场的话，严少哲也不知道会怎样添油加醋呢。对了，为了避免出现什么意外，你早点离开史莱克城。看着夏钱那怪异的表情，蔡妹儿只感觉自己浑身都不对劲，急急忙忙的离开。等蔡妹儿走后，夏钱脸上的笑容这才凝固，走出这间宅院，去了史莱克城的商会聚集地，打算和商会的人一起离开。这样就算史莱克学院要违背约定干掉他，也得掂量随行几百号人的意见。史莱克学院很在意名声，有400万金魂币挥霍，而且还是魂宗修为的夏钱没有低调，直接选择最大的星罗商队外加独立的马车。上车后，夏钱就启动自己的金手指系统，召唤亡灵。在成功的吸收第1枚魂环时，夏钱的金手指就觉醒了。亡灵召唤系统，夏钱可以召唤出已经死亡的人为自己所用，献祭什么层次的力量就能召唤什么级别的亡灵。如果夏钱献祭一只千年魂兽的灵魂，就能从地狱里捞出千年修为的魂兽或者魂尊级别的魂师。如果夏钱献祭10万年级别的魂兽，那么就能从地狱里捞出10万年修为或者95级以下的封号斗罗。夏钱现在没有合适的祭品，不过因为刚刚激活系统，能免费召唤一次。他这次可以召唤修为不超过95级的亡灵为自己所用。亡灵抽取中，请稍后。亡灵1：雷霆斗罗预言阵，95级封号斗罗。亡灵2：古斗罗古龙，95级封号斗罗。亡灵3：天使斗罗千寻疾，95级封号斗罗。亡灵4：灵渊斗罗，91级封号斗罗。亡灵5：海幻斗罗，93级封号斗罗。请宿主选择其一进行召唤，召唤而来的亡灵将会凝聚肉身，拥有生前的战力，且不会背叛宿主。看着浮现出来的5个选项，没有95级修为的灵渊斗罗跟海幻斗罗直接被夏钱去掉。绝世堂门内的封号斗罗数量太多，100-200个是有的，再怎么也得95级魂力才有牌面。剩下的3个，千寻疾直接被夏钱去掉，这种出生人人得而诛之。古荣的战力不错，夏钱要是将其召唤，还能收复整个九宝琉璃宗。但古荣在这个时代说不定就被打成邪魂师，再加上夏钱打算狠狠的恶心史莱克学院一把。最终，夏钱选择了预言阵，预言阵战力在这几人当中是最强的，全力爆发的情况下绝对能和弱一点的97级比划。再加上穆恩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蓝电霸王龙家族出身，2个原因让夏钱选择了预言阵。亡灵召唤成功，目标将会随机刷新在宿主的身边。随着这样的提示，夏钱不由得叹息，想要再获得封号斗罗级别的大圣，只能去猎杀10万年魂兽。可惜就算是有预言阵在，想要猎杀10万年魂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现在的10万年魂兽都抱团了，落单的很少。就算史莱克学院这种级别的存在，100年内也就只能猎杀2-3只10万年魂兽。再加上预言阵是旧时代的95级，放在绝世堂门时期，预言阵大概只有93级的战力，单对单的情况下对付10万年魂兽基本上没机会。至于给预言阵找几个帮手，夏钱本人的确是真的被史莱克学院逼废。吸收同品种4个10年魂环的原因，夏钱现目前只有一个魂技，那就是精神力冲击。亡灵法杖的确是器物魂，但也带着精神力属性，只有精神力强大了，才能召唤和控制更多更强的亡灵。可因为夏钱的4个魂环品级太低，导致夏钱的精神力也不出色，以至于这唯一的一个魂技威力也差强人意。41级的他真与人交战，未必打得过厉害的魂尊。史莱克学院真的是害惨了夏钱，夏钱一定会让整个史莱克学院都付出代价。现目前对夏钱来说算得上好消息的就是他除了魂环赋予的魂技外，还因为武魂自身的独特性，拥有了2个本命魂技。这个本命魂技差不多就和唐雅的吞噬之力一样。夏钱的亡灵法杖自带操控灵魂和尸体为自己所用的能力。史莱克学院忌惮夏钱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夏钱说不定修炼到魂王的时候，就拥有将98级玄子外加史莱克学院2代七怪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本事，成为真正的死神使者。老奴见过主人。就在夏钱思绪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的时候，马车外传来了一道有些苍老的声音：预言阵来找夏钱报道，以后叫我少主便是，就由你来赶车吧，我们去一趟天龙门，也算是给你圆梦。预言阵的出现，让夏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去天龙门。以预言阵的实力，足以镇压天龙门，将天龙门收为己用。到时候用整个天龙门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猎杀高级魂兽和厉害的邪魂师，快速积攒力量。天龙门内再怎么说也是有一位封号斗罗坐镇，2名最弱的封号斗罗加起来对付寻常10万年魂兽的胜算就很大。是少主，预言阵也想去看看如今的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情况。
中午时分，星罗帝国的车队招揽到足够的商客后，就开始启程前往星罗城。夏前先开车连看了下逐渐远去的史莱克城，冷声道：“下次归来之时，就是让你这座城池覆灭之日。”夏前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史莱克学院对他的压迫，再加上这垃圾学院干的那些糊涂事，夏前肯定不会再让这学院继续存在下去。就算是有唐三藏靠山也不行。半个月的奔波，夏前可算是来到了天龙门所在的龙城。此地是天魂帝国北部的一座大城，距离极北之地不远。玉元镇这个旧时代95级超级斗罗的确是没办法和新时代的超级斗罗相比，可他经验老道，去龙城的路上一直留意身后，非常肯定没有尾巴跟着，除非是96级以上的那种老怪物亲自出手。可整个史莱克学院现在也不过穆恩、玄子、宋老3个人超过了96级，不可能屈尊来尾随夏前。如此看来，夏前的确是获得了自由，不再被史莱克学院监视。充当车夫的玉元镇驾车来到了天龙门外，看着现在的天龙门，玉元镇不由得感慨，想不到万年后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居然落魄至此。虽然现在的天龙门还有封号斗罗坐镇，但地盘比起万年前差太多了。尽管万年前的蓝电霸王龙家族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亡于他手，他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罪人，可看到蓝电霸王龙家族自此一蹶不振，他也无比伤感。夏前没有告诉玉元镇，现在的蓝电霸王龙家族某种程度上还有个99级的人类天花板存在。穆恩不认，他说了也没什么意义。从马车上下来，夏前就打算直接走进天龙门。负责看门的那几个天龙门弟子连忙站出来阻止：“两位，来我天龙门所为何事？”在夏前的眼神示意下，玉元镇直接就亮出自己的武魂和9大魂环，拿出曾经身为宗主的气魄，命令道：“叫你们的门主出来。”两黄两紫五黑9大魂环直接将天龙门的看门弟子给吓尿的同时，欢喜地回答：“是，前辈请进，我等这就去通知门主。”来的居然是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封号斗罗强者。要是这位强者加入天龙门，天龙门就有2个封号斗罗坐镇，直接就从天魂帝国境内的高级宗门蜕变为顶级宗门。天龙门的弟子怎么可能不高兴啊？封号斗罗上门，直接让天龙门现在的门主92级魂力的玉龙城带着1名魂斗罗、3名魂圣、15名魂帝前来查看。看到玉元镇的武魂后，欣喜的追问：“敢问老哥，你出自于蓝电霸王龙尹氏一脉？”当初蓝电霸王龙家族覆灭，仅剩下玉小刚、柳二龙、玉天恒和玉天心4人，天龙门是玉天心一脉，活动在明。除此之外，还有玉天恒一脉隐匿于暗中。不过2脉已经几百年未曾联系，玉龙城也就不确定玉元镇的身份。玉元镇很想说我是你们2脉的祖宗，但他知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万年之久，真说出来的话只会给天龙门带来麻烦。他淡漠回答：“我是天龙门一脉几百年前分离出去的族人，今日归来振兴天龙门。”玉元镇的确是有心振兴天龙门，不说恢复到原本的大陆上3宗，但再怎么说也要成为天魂帝国的3强宗门吧。天魂帝国境内有几十名封号斗罗，只有1名封号斗罗坐镇的天龙最多位列境内宗门10名左右。玉元镇的话让玉龙城大喜过望，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老哥请进。”夏前和玉元镇也就相继走进天龙门内，几番交流，玉元镇表明了自己的修为，也说了自己和夏前的关系。玉龙城和诸多长老陷入纠结中，95级的玉元镇足以直接成为天龙门的门主。整个天魂帝国内魂力等级达到95的封号斗罗最多不过7、8个，玉元镇来当门主，天龙门无人不服。可玉元镇居然有个少主，而且这个少主还不是蓝电霸王龙武魂，这就让天龙门有些无法接受了。天龙门绝对不会屈服于其他的人，尤其是一个青年。夏前也知道天龙门这些人的臭脾气，笑道：“你们现在无需尊我为主，也无需奉玉老前辈为门主，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帮助你们天龙门变强而已。如果你们觉得本座不错，到时候再奉我为主也不迟。只要你们听话，我可以承诺，10年内天龙门将会成为拥有不下于10位封号斗罗的顶级宗门。”此话一出，玉龙城不由得老去颤抖，试探性道：“此言当真？如果夏前真的能让天龙门多出10位封号斗罗，那天龙门也不是不能违背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反正目标只是夏前一人，而非一个势力。等夏前老死之后，天龙门能重新自主自立。玉门主要是不信，我这就可以带着你去看看我的底气，不低于30-50亿金魂币的财富，就在龙城内。这也是我来龙城的目的。”随着夏前这句话说完，整个大厅内的温度都上涨了好几度，凉气都被天龙门的那些老家伙给吸完了。几10亿金魂币，这已经是天龙门上千年才能赚的收入。天龙门现在每年也就能赚几百万金魂币而已。天魂帝国比较落后，还处于封建时代，市场不怎么流通，只是占据一城之地的天龙门真搞不到多少钱。玉龙城和天龙门内其他的长老互视一眼，最终决定看在玉元镇的面子上给夏前一个机会。好，只要你能说到做到，本门主就带着天龙门听候你的安排。几10亿金魂币能干太多的事情，能轻轻松松让好些像地龙门这样的中等宗门屈服于天龙门，这个条件天龙门的人没办法拒绝。等到了晚上后，夏前带着玉元镇和玉龙城去了城内另外一个宗门地龙门。来到地龙门后，玉龙城的表情凝成了麻花。小友来这地龙门所为何事？莫不是用武力让地龙门屈服？地龙门和天龙门关系不错，玉龙城还真不想对地龙门动粗。放心吧，我来是有另外的事情。随后，夏前让玉元镇根据他的要求找寻了起来。现如今最强者只是魂圣的地龙门根本就没办法阻止2个封号斗罗在宗门境内肆意闲逛。有夏前给出来的提示，玉元镇很快就找到了地龙门祖宗流传下来的宝地。夏前修为太低，也就只是让玉元镇带着玉龙城进去看看情况。不过片刻功夫，玉龙城就从枯井中飞了出来。他不解地询问下面的东西是什么，让他这个封号斗罗都感到有些胆寒的东西，玉龙城真的无法估量其价值。夏前笑道：“万载玄冰髓，这里有个玄冰髓矿，价值几十上百亿，这个地方就如同冰火两眼一样，是必须来的。”夏前这么一说，玉龙城这才反应过来，他的语气充满了不确定。这的确是好东西，但大陆上并没有多少修炼冰属性的魂师啊。据我所知，好像一个以冰为名的封号斗罗都没有。此物怕是有价无市吧？夏前不得不承认，玉龙城这个门主还是有几把刷子。他直接说出自己的计划：人类不要，极北之地的那些魂兽还能不要？玉龙城听完就勃然变色，不等他开口反驳，夏前举手示意稍安勿躁，继续道：“此物能让那些冰属性魂兽修为大涨，我们可以趁此机会让那些冰属性的魂兽和我们交易极北之地的珍稀资源，甚至于能让他们提供10万年的魂环魂。玉门主你说呢？”这下子玉龙城沉默了，他不想和魂兽交易，可其中的利润让他说不出拒绝的话。史莱克学院都在和星斗大森林里的那些魂兽交易合作，签订契约，我们天龙门为何不可？昊天宗都能取10万魂兽进门，我们找魂兽赚点钱怎么了？随着夏前给玉龙城找好的借口说出来，玉龙城再也没话说，终于开始松口了。见过少主。好，玉门主放心，3年内天龙门将成为天魂帝国前3甲的宗门，本体宗短时间内干不过，但其他的宗门肯定是能收拾的。夏前端来的这碗鸡汤，玉龙城干了。对了，玉门主，本少还有件事情需要玉门主你去做。玉龙城也没多想，认
认真回答，请少主明示。夏前表情认真，地龙门和你们天龙门的关系不错，占用他们的祖上传下来的宝地，再怎么说也得有个合理的借口。这样吧，天龙门和地龙门联姻，共富贵。玉龙城听了，陷入深思当中。的确，这宝地是地龙门的，天龙门着实不好明抢，联姻了的话就合情合理了。他认真的回答，蓝水水家的小丫头今年也快14岁，姿色极佳，倒也勉强配得上少主。夏前脸上的笑容诡异，不是和南秋秋联姻，不到14岁，这很行啊。夏前可干不出那种事情来。他的话让玉龙城的脑子再次开始疯狂地运转，有了结果后试探询问，难道是让郑老哥和南水水门主？除此之外，他着实想不到另一个结果。南水水和他有救，算得上是侄女，玉龙城可没有那种畜生的念想。不过让玉元镇和南水水这个美艳小寡妇在一起，好像也不是不行。夏前脸上的笑容更加邪，他说出让玉龙城呆立在原地的话，就不能是本少主和南水水门主联姻。小丫头片子，哪有南水水这样的少妇迷人啊？玉龙城直接绷不住了，好一会才有些着急的回答，不是少主，南水水今年35了，而且修为还达到了魂圣，你这不合适吧？夏前21岁，42级魂力，在玉龙城看来天赋只能算得上出色。如果不是有玉元镇这个封号斗罗级别的靠山，夏前是连当南水水的女婿都没资格，更别说和南水水在一起了。没什么不合适的，本少主觉得非常合适，明天玉门主你就派人上门提亲，彩礼钱我出，388万金魂币。说完，夏前直接就和玉元镇离开了地龙门的宗门驻地，只留下玉龙城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次日，玉龙城还是亲自带着18箱的彩礼到地龙门，在整个龙城内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地龙门内，南水水亲自接待了玉龙城，让自己的女儿去给玉龙城侦查后笑道：“师叔今日前来，所谓何事？”昨日有一位拥有蓝电霸王龙武魂的封号斗罗拜访天龙门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龙城。南水水有些紧张，害怕天龙门今天是为了吞并地龙门而来。2名封号斗罗，地龙门完全没有招架的机会啊！玉龙城有些羞于启齿，但为了那几10亿金魂币，为了天龙门的发展壮大，他还是饮完茶后叹息道：“侄女，师叔是为了提亲，促进我们两家长久合作而来。”此话一出，南水水直接就断定天龙门要吞并地龙门了。对他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天龙门选择了给地龙门最为体面的方式。南水水内心很不情愿，但不得不强颜欢笑。也罢，天龙这个小家伙也很不错，秋秋和他倒也般配。他本能的以为是天龙门年轻一辈的领袖玉天龙跟自己的女儿南秋秋联姻，在旁边坐着准备及时给玉龙城这个爷爷倒茶的南秋秋听了，粉色的小脸蛋瞬间就多出愁容，想要和自己的妈妈说他不要和玉天龙在一起。他真的不喜欢玉天龙那个家伙。可随着南水水的眼神一瞪，怕妈妈的南秋秋瞬间就变成了个鹌鹑，缩着脖子低着头暗自垂泪。玉龙城沉默了好一阵子才低声回答：“是谁？他感觉自己这辈子的脸都丢尽了。”南水水瞬间愣住，是他一个寡妇要焕发第二春了。刚刚还在掉眼泪的南秋秋脸上当场洋溢出笑脸，不是他，是妈妈。南秋秋嬉笑地看着自己的妈妈，他倒要看看自己的妈妈还有没有脸拒绝。南水水还真的被自己的女儿注视着有些不自在，他的笑容很牵强：“师叔，这是什么情况？”玉龙城不好去看南水水，开始慢慢解释：“侄女，你应该知道昨天有一个封号斗罗前辈来访吧？那是我蓝电霸王龙家族一个95级的超级封号斗罗，他的本意是抬出条件好让南水水能接受些，可南水水觉得玉龙城这是威胁，95级的封号斗罗，整个天魂帝国都没几个，地龙门没有任何可能再保持独立。”南水水苦涩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如是恕你所愿，但侄女寡居之身，实在是没有脸在龙城内大肆操办，婚礼也就内部人走个过场吧。”南水水本来是打定主意这辈子都单身下去，可惜老天爷不给她这个机会啊！死了丈夫后还能得到超级封号斗罗的垂青，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不能接受。那好，3天后新郎官就来地龙门，侄女你做好准备吧。说完，玉龙城就起身离开。等玉龙城走后，南秋秋作死的询问：“妈妈，我这是要有爸爸了吗？”南水水真的是很想过去给自己的这个女儿2巴掌，可看到自己女儿那期待的眼神，南水水看得出她是真的很想要个爸爸关爱。她不由得一叹，很想说你那后爸的年纪怕是能和你爷爷相比了。根据路过的知情者传言，那名超级封号斗罗的年纪比玉龙城都要大，可这句话南水水根本说不出来。希望到时候那名封号斗罗前辈能对自己的这个女儿好点吧。心情烦躁的她再次拿出严厉的态度，对着南秋秋命令道：“下去好好修炼。”南秋秋连忙跑了出去，但小脑袋瓜子里还是不由得幻想起要迎娶自己妈妈的那个男人到底长什么样，会是个英俊的大帅哥吗？斗罗大陆的女孩子都很早熟，南秋秋虽然纯情，但对那些事情还是一知半解的。玉龙城回去传达了南水水的要求，说实在的，夏前是很想大办特办的，以魂宗的修为迎娶魂圣级别的美人门主，这传出去不知道多长，可南水水害羞，罢了，日后再找机会在人多势众的地方秀秀恩爱也是一样的。3天的时间晃眼而过，结婚的婚房就是南水水的闺房。南水水是真的没那个脸剃头顶花椒在龙城内逛街，地龙门在龙城的西侧，天龙门是东侧，距离好几里。南水水觉得自己要是穿着婚服去走这几里路，轿子都得滴水滴几条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地龙门的那些男人，不管是弟子还是长老，绝大多数都不想南水水出嫁，可目标是一位封号斗罗，地龙门没能力反抗了，只能花点心思将前往婚房的一路都装饰好，希望这能让新郎官心情好些，从而让他们的美人门主少受点罪。可真当新郎官到了的时候，地龙门的人傻眼了，不是说迎娶他们门主的人是封号斗罗吗？可他们看到的明明是个俊美的不像话的年轻人啊，比他们的门主都要小很多岁。那个理应成为新郎官的封号斗罗反而成了管家老奴。人群中的南秋秋看着夏前，眼睛都不想眨一下，他突然好羡慕自己的妈妈能拥有这么好的丈夫。在玉元镇一路的护送下，夏前来到了南水水的闺房，新娘子南水水就在里面，其他的人全都散去，只有玉元镇守护在门外。有玉元镇在，能打扰到夏前美事的人整个大陆都找不出20个。夏前推门而入，听到动静后，头戴婚纱坐在婚床上的南水水心里紧张到了极致，细长的玉足不由得开始靠近交叠一起。再怎么说也是个魂圣，南水水的感知力非常强大，确定自己未来的丈夫已经走到自己的面前后，婚纱下的南水水拿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迎接，精致的妆容，顶级的容颜，搭配幸福的欢悦，让这个时候的南水水美得不可方物。可在看到夏前那年轻俊美的脸庞以及那比自己弱上不少的气息时，南水水瞬间失色，巡视四周，颤声道：“我老公呢？封号斗罗级别的老公呢？”在南水水看来，迎娶她的应该是封号斗罗，只是魂宗的话，她可不要。天龙门居然如此羞辱她，如果南水水不配合的话，夏前还真不能给示。所以说他拍了拍手，守在门外的玉元镇直接推门而入。看到玉元镇，南水水可以确定眼前这个老者就是封号斗罗，他理想中的联姻对象。可现在怎么成了个看大门的？玉元镇看到这场面，大概是知道了什么，连忙低声建议：“少主，是否需要老奴将此女的魂力封禁，或者是用特殊的手段绑起来给
少主你玩弄。他的少主现在实力太弱了，上抗都费劲。玉元镇的话让南水水陷入呆滞。少主，一名超级斗罗喊眼前这个年轻的俊秀小伙子少主，眼前这个少年到底什么身份？难不成是极限斗罗之子啊？夏前没有回答玉元镇的话，而是笑眯眯地看着南水水，柔声道：水水门主，我的夫人，说出你的选择，是自愿跟为夫我成为真正的夫妻，还是让他来把你绑起来？孩子都13岁的美艳少妇南水水脸颊不由得多出羞红，心肝扑扑乱跳。可是师叔不是说和我联姻的是那位封号斗罗吗？夏前开始给他和南水水倒酒，顺便着解释有没有可能是你曲解了他的话。随着他这么一说，南水水当即反应过来，是啊，玉龙城从来都没有说过和他联姻的是封号斗罗，从始至终都是他的一厢情愿吧。想清楚的南水水不由得开始偷窥夏前，好帅，他这辈子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帅气的男子，再加上他恐怖的背景，南水水觉得自己完全配不上这个男人，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真的是赚大了。他有些后悔了，早知道自己的郎君如此英俊，他说什么也得跟着夏前在龙城的大街上游荡几圈。看到南水水流露出来的顺从后，玉元镇识趣的关上房门。夏前将酒杯递给南水水，南水水乖巧的接过后和夏前共饮。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南水水羞涩的建议：夫君能不能把烛光熄灭？嘿嘿嘿，要是熄灭了烛光，我还如何欣赏夫人你之美妙娇躯？关上灯那还有什么意思？南水水也觉得自己真的是疯了，堂堂73级的魂圣，居然被一个42级的魂宗肆意摆布不说，还让这个男人骑在他的头上。一夜间，夏前就成为了龙骑士。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南水水才苏醒过来，她已经守寡10余年，昨天好不容易有了丈夫，那自然是要将10年的需求一股脑的释放出来。没死她了，和前夫几年的相伴，还没有昨晚一夜快活。起来的南水水还是那样的温柔勤劳，乖巧的询问夫君要不要妾身明日去猎杀几只龙属性的魂兽给夫君你做几道菜。夏前没有拒绝，淡然道：去吧，入乡随俗，该吃魂兽的时候的确是可以多吃点。等南水水出去后，南秋秋这个小萝莉站在门外，探出一个脑袋偷看自己妈妈婚房内的情况。正在修炼的夏前发现后，对着南秋秋招了招手。智商不在线的小萝莉被夏前那温柔的笑容迷惑，情不自禁的就走到夏前的身边。夏前抚摸着南秋秋的头，笑道：你就是秋秋吧，叫爸爸。南秋秋表情享受中带着困惑，我不应该叫你爷爷吗？夏前有些意外了，为什么这么说？南秋秋没有撒谎，如实的回答：我昨天明明听到妈妈也这么叫你，所以说我应该叫你爷爷才对。夏前脸上的笑容更加璀璨，这你不用管了，以后喊爸爸就是。走，爸爸带你出去玩。对南水水这个女人，夏前真的很满意，不能算是简简单单的胭脂龙，夏前觉得叫胭脂水水龙更恰当。南秋秋觉得夏前这个爸爸要比南水水那个妈妈温柔太多，她更想和夏前在一起。在夏前的计划中，南水水肯定要好好的培养起来，不过也不差这么一天，日后再说，有的是时间教育这只小萝莉。到了晚上，夏前可算是品尝到了南水水亲自制作出来的美食：红油龙肝、红烧龙筋、清蒸龙爪、黄焖龙根，一条4000年修为的岩金龙就这么被端上了餐桌。地龙门对龙类魂兽的需求很高，所以说平时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记录了不少龙类魂兽的活动区域，岩金龙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地龙门掌握的情报，哪怕是夏前天天吃龙肉，也能养满足夏前1年半载。岩金龙是由南水水亲自击杀、亲自处理、亲自烹饪，甚至于亲自喂饭喂到夏前的嘴里，都不需要夏前去动手。不得不说，人妻就是会伺候人，换作是那些娇气的小丫头，怕是还需要夏前去伺候呢。南水水真的太爱自己的这个人小鬼大的丈夫，为了照顾好夏前，也为了天龙门和地龙门能快速合并，南水水都已经推卸了地龙门的日常事务，全部都交给天龙门的人负责处理。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夏前都是在和南水水度蜜月，将龙城附近景色宜人的地方都逛了个遍，很多地方都有他和南水水留下的痕迹。而玉龙城则是在地龙门底下开始开采玄冰髓，半月之后，玉龙城开采出来的玄冰髓已经有2000斤重的样子，夏前就知晓自己的计划可以开始进行了。这一次出行，夏前带上了玉元镇、玉龙城和南水水3个，他们4人来到了极北之地的外围。夏前修为太弱，就算是有2名封号斗罗护着，他也不好深入极北之地。最终就是南水水和夏前在极北之地外的一个小城内暂居，玉元镇和玉龙城则是根据地图的指示进入极北之地的深处，找寻冰帝蟹族群。夏前在史莱克城也是待了10几年的时间，可以确定霍雨浩现在还没有将冰帝收编，所以说他得抓紧在霍雨浩之前拿下冰帝。至于唐神王，那就后面比划比划吧。玉元镇和玉龙城2人的肉身强度都不错，还真有惊无险的来到了冰帝蟹族群生活的地方。此地除了冰帝之外，其他的冰帝蟹都不是他们2个的对手。在靠近的那一刻，冰帝就察觉到了不速之客，直接出言威胁：人类滚出去，否则不要怪本帝将你们2人当场击杀。在极北之地，冰帝的战力堪比98级巅峰斗罗，对付眼前的玉元镇和玉龙城并不难。可冰帝现在并不想和人类为敌，因为极北之地的最强者雪帝失踪了不说，他也要面临魂兽的40万年修为天劫。对于不久后的天劫，冰帝没任何把握。不管是和这2位封号斗罗交手后受伤，还是惹怒更多的人类封号斗罗，对冰帝来说都是大麻烦。玉元镇感受到出演者的恐怖实力后，当即开口：前辈就是冰帝吧？本座这次来是和你合作的，帮助你突破40万年大限。冰帝听了，轻蔑的嘲讽：人类，你觉得本座就这么好骗吗？相信人类的魂兽坟头草都已经几10丈高了。玉元镇不再废话，从空间魂导器内取出万载玄冰髓。看到万载玄冰髓，冰帝再也稳不住了，从茫茫白雪中现身而来，直接突进到玉元镇的面前，失声道：万载玄冰髓，你怎么有万载玄冰髓？看到冰帝这震撼的样子，玉元镇就知晓万载玄冰髓对这种魂兽的重要性。他开始演出夏前编织好的剧本。本座天龙门的太上长老，他是天龙门现任门主，我们天龙门传承自万年前的蓝电霸王龙家族，我们掌握了一条万载玄冰髓矿脉，其中蕴含的玄冰髓足以帮助你修炼到100万年级别。冰帝，你就真不想要？冰帝更是激动，万载玄冰髓矿，你居然掌握万载玄冰髓矿？如果真的有万载玄冰髓矿的话，他还真的可以轻松度过40万年的天劫，冲击50万，甚至于60万、70万年的修为。冰帝并没有被这喜悦冲昏了头脑，冷声质问：我凭什么相信你们的鬼话？你们人类太奸诈了，万一是拐骗本座出去后杀了本座呢？玉元镇慢慢的解释：一，我们天龙门就2个封号斗罗，根本没有猎杀你的能力；二，玄冰髓矿的地址在我们宗门的据点附近，真要猎杀你的话，我们宗门几百上千的弟子如何能在你的手底下活命？三，冰帝你也没多少时间了吧？一旦你陨落，你可想过你的族群怎么办？你们的族群现在可没有10万年魂兽来接班。玉元镇的话让冰帝陷入沉默，他身上的压力的确是太大了。只要冰帝你同意，那条玄冰髓矿我们可以交给你任意处置，不管你是独自吸收，还是找几个冰帝蝎一起吸收，我们都没意见。随着玉元镇这句话说出来，冰帝太心动了。如果冰帝蝎里多出几个10万年修为的，他也就可以去追随雪帝的脚步，什么都不理会了。好，我要先去看看那玄冰髓矿是真是假。还有，
说出你们的要求。冰帝不是傻子，自然是知道眼前这些人类不可能将玄冰水矿轻易给他，他要看看这些人的条件是什么。如果太过分了的话，冰帝肯定不会接受。见到冰帝松口，玉元镇大喜过望，我家少主希望冰帝你能帮助我们猎杀2头10万年魂兽，当然目标不定。冰帝你觉得那头10万年魂兽看不顺眼，将其杀了便是。杀2只10万年魂兽下前就能召唤2个封号斗罗级别的高手出来，到时候4大封号斗罗足以制衡冰帝。听到玉元镇的话，冰帝有些不想接受，他当然不想猎杀10万年魂兽，可想着极北之地愈发艰难的环境，最终他还是沉默的接受，跟着玉元镇以最快的速度偷偷的来到龙城。进入玄冰水矿后，冰帝彻底稳不住心态了。玄冰水矿真的是玄冰水矿？玉元镇继续忽悠，玄冰水矿的地方在宗门之下，我们若是对你有什么异心的话，上门上签弟子就是你的依仗，你觉得呢？冰帝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的确是非常安全，就如同他呵护自己的族人一样。冰帝也清楚人类非常在意自己的门人族人，几千个弱小的魂师就是保证他安全吸收玄冰水力量的底牌。做好决定的冰帝当即给出回答：好，本座先帮你杀死1头10万年魂兽，第2头等本座的修为达到40万年后再完成，如何？玉元镇满心欢喜，当然可以。不知冰帝你要猎杀的10万年魂兽是星斗大森林的还是极北之地？冰帝冷漠的回答：极北之地，1头叛徒，跟我来吧。说完，冰帝就在前面带路。玉元镇连忙开口：冰帝稍等，我得带上我家少主一起。冰帝看了玉元镇一眼，最终看在玄冰水矿的份上，默许了玉元镇的建议。当然，他也挺好奇玉元镇口中的少主是何方神圣。来到下前和南水水暂居的地方，看到目标人物后，冰帝有些失望。你堂堂超级斗罗，认这么个小家伙为主，是不是没睡醒？冰帝自然是看得出下前的底细，弱，太弱了，他就没有见到过这么弱小的魂宗。玉龙城有些尴尬的不知所措。别说冰帝不理解，他也不理解啊。玉元镇坦然的回答：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家少主的能力强于神明。冰帝压根不相信玉元镇的话，这么弱小的魂宗强于神明，那神也太不值钱了吧。在冰帝的带领下，下前来到了极北之地和覆海交界的地方。根据冰帝所说，这里生活着1头有18万年修为的覆海冰蛟，这畜生弱小的时候得到极北之地的帮助，才修炼到10万年，结果修行到10万年后就背叛了极北之地，加入了海魂兽一族。冰帝很早之前就想干掉这个叛徒了，但雪帝和海魂兽王者海公主关系莫逆，也就放了冰蛟一马。如今他需要玄冰水，也就只能用冰蛟的命来给自己铺路了。你们去堵住冰蛟的退路，我来杀他。冰帝的实力自然是可以碾压覆海冰蛟，只不过覆海冰蛟的速度强于冰帝，若是准备不充分，覆海冰蛟可以逃窜到北海中，到时候冰帝就拿他没办法。玉元镇和玉龙城听从了冰帝的安排，隐藏自己的气息绕路过去。北海区域很少有人类的封号斗罗涉足，这让覆海冰蛟还真没有这方面的防备之心，没有察觉到危险降临。确定覆海冰蛟深陷包围圈后吗？冰帝猛然出手，随着冰帝的气息泄露，还趴在岸边冰川上沉睡的覆海冰蛟瞬间惊醒，以最快的往覆海逃窜而去。雷龙怒九霄，在覆海冰蛟的必经之路上，玉元镇和玉龙城同时释放第9魂技进行阻挡，2大封号斗罗联手，足以正面对付18万年修为的魂兽。覆海冰蛟怒不可遏，加上这2个封号斗罗，他的生存率暴跌啊！为了活命，覆海冰蛟一边和玉元镇、玉龙城对战，一边开始对着冰帝嘲讽：冰帝，你这个极北之地的王者，现在也跟人类合作了吗？你是极北之地的耻辱，有本事和本座光明正大的打上一场！冰帝压根当作没听到，至强魂技冰帝之怒爆发而出，感受到冰帝的可怕，玉元镇和玉龙城连忙分开逃，而躲闪不及的覆海冰蛟直接被贯穿身体。覆海冰蛟不甘心的留下遗言：海公主殿下不会放过你的。说完，一枚红色的魂环在冰蛟的躯体上浮现出来，魂环都出来了，代表着冰蛟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去。冰帝压根没再给这个家伙眼神，高傲的喃喃道：本帝曾经的确是忌惮海公主，但要不了几年的时间，那海公主赶来，本帝会让她知道极北之地的可怕。发现玄冰水矿的冰帝现在说话都充满了底气，随手将覆海冰蛟凝聚出来的躯干骨魂骨丢给下前后，冰帝就将目光放在无尽的北海上，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走到覆海冰蛟的尸体前，玉龙城很是可惜的感慨：要是这个时候有个90级魂力的人在的话就好了，10万年魂环真的是浪费了。郑老哥，你早说是杀10万年魂兽，让我提前做好准备啊！这个机会至少可以卖1000万金魂币。外面无数魂师梦寐以求的10万年魂环，看样子注定要消散在天地之间。玉龙城的心都在滴血，玉元镇却是不做解释。在南水水的帮助下，下前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这里，他祭出自己的亡灵法杖，直接将冰蛟死之后凝聚出来的魂环吸收。魂环可是下前进行亡灵召唤的核心力量，不献祭这个玩意，下前召唤不了亡灵。魂环吸收后，下前的目光又放在这条有几万斤重的冰蛟尸体上。他现在才魂宗而已，最多操控魂帝级别的尸体替自己战斗，没到达魂斗罗时，下前都不能将这蛟龙如何，所以说只能暂且将其带回去，用冰封存起来。操控不了，那就直接当成美食下肚。下前最近的消耗比较大，急需补充强大的力量。龙骑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还是年轻的骑士越级挑战成年的母龙，难度那就更高了。看着下前吸收了10万年魂环，冰帝愣住，你怎么做到？他清楚地感受到覆海冰蛟的魂环被下前的武魂吸收了，可下前只是个魂宗啊，凭什么吸收10万年魂环？下前淡然笑道：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解释的话，反而会让冰帝产生警惕，认为自己说不定会图谋猎杀他。下前不说，冰帝也懒得询问，低声的回答：我需要回去带2个族人一起去吸收玄冰水的力量。冰碧血一族真不能让他一人扛着，既然遇到这等资源，争取让族内诞生2名10万年级别的来接替他。下前没意见，做好对应的安排，那我们就兵分2路吧，反正你也认得路，到时候直接来就是了。冰帝接受了这个提议，和下前一行人分开。为了快速的回到龙城，下前肯定得依靠其他人的帮助。南水水很是贴心的让下前骑在他的脖子上，他如同带小孩子一样带着下前飞。下前抓着他的发辫，他则是握住下前的双腿。这姿势要是被外人看去，南水水的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出名。下前没有去管那么多，将心思都放在了系统面板上，将覆海冰蛟的魂环转换成为召唤次数后，下前点击了召唤。亡灵1，千钧斗罗96级封号斗罗；亡灵2，海龙斗罗95级封号斗罗；亡灵3，三炮斗罗玉小刚93级封号斗罗；亡灵4，不动斗罗赵无极95级封号斗罗；亡灵5，冰皇斗罗水冰儿95
级封号斗罗，这副海冰蛟18万年修为，接近20万年了，魂力充沛，真的是给夏前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正常情况下，献祭10万年魂兽只能召唤90级以上、95级以下的亡灵，可这次居然只有一个废物刚子没有到95级。刚子的话，只能拿来恶心一下唐三，战斗力没啥卵用。海龙斗罗到了陆地上后，战斗力大跌，不合适。千军斗罗的实力最强，这毋庸置疑。所以说我只能选择冰皇斗罗水冰儿。首先，水冰儿的战斗力未必会不如千军斗罗。其次，夏前有玄冰髓，能让水冰儿快速的成长起来。5年内，水冰儿再怎么说也能修炼到97级，千军斗罗肯定是做不到的。亡灵召唤成功，将会随机刷新在宿主你的身边。不过半刻钟的功夫，水冰儿就在无尽的冰川中出现在夏前的附近。看到一身蓝白雪花裙、满脸冰冷霜的冰雪女神，南水水有些痴迷的多看了几眼，不得不感慨好美。水冰儿看到夏前后，来到夏前的身边，恭恭敬敬的回答：“见过少主。”这让南水水和玉龙城都有种窒息的感觉。少主，眼前这个绝世的美人叫夏前少主，夏前到底是什么来头？玉龙城还好，南水水是真的感受到可怕的危机感。对此，夏前微微颔首：“冰儿，你的第9魂环是多少年？”水冰儿的表情不变，淡然道：“8万多年。万年前的10万年魂兽太少了，水冰儿也没有大的靠山，最终第9魂环只是8万多年修为的寒霜雪貂。第9魂环不是10万年，这代表着水冰儿很难修炼到98级。可惜归可惜，未来再想办法便是。”夏前边走边对着玉龙城吩咐：“玉门主，这就是天龙门第3位封号斗罗，95级魂力。回到天龙门后，你可以对外宣传，也可以暂且隐瞒当做底牌。”玉龙城点头应下。夏前能驱使2名超级斗罗，已经让天龙门没什么反抗的余地。随着时代的发展，玉龙城也知晓单靠蓝电霸王龙武魂成员带着天龙门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情，终究还是得对外招揽高手。水冰儿的加入，玉龙城大力欢迎。回到地龙门后，夏前示意南水水去做饭，他今天要吃冰蛟的肉，魂兽肉对魂师的修炼有不小的帮助。吃这冰蛟10天半个月，夏前的魂力说不定就能从42级提升到43级，把整个冰蛟吃干抹净，提升到50级，轻轻松松。南水水怪异的看了水冰儿这个冰山美人两眼后，乖乖的系上围裙去厨房里忙碌起来。在外人面前，南水水肯定是得给夏前这个丈夫面子，他已经拟定好了计划，晚上休息的时候再好好的逼问夏前。要是夏前不给他说清楚，就不要怪他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南水水自信自己的压箱绝技龙吸水一出，就算夏前现在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扛不住，迟早得向他求饶。南秋秋想要和夏前这个后爹一起玩，但被南水水带到厨房里去帮忙。曾经的南水水对南秋秋的要求很严格，那是因为南秋秋未来要继承地龙门，自然是不能太差劲。如今地龙门都名存实亡了，家里也没什么家业给南秋秋继承，南水水自然是会改变对自己女儿的教育方针，打算将南秋秋培养成贤妻良母型的温柔乖乖女。这里只剩下水冰儿后，夏前开始和他聊一聊隐秘的事情。万年前你的那些伙伴怎么样了？火舞、风啸天之类的可成为了封号斗罗，被夏前召唤回来的亡灵都带着生前的记忆，和水冰儿聊聊天，刚好可以聊这些。水冰儿的语气还是那么的淡定。火舞最终修炼到了92级，风啸天因为前期浪费太多的时间，卡在了82级。我们那一代人除了史莱克七怪外，也就朱竹云、戴维斯和胡列娜最后修炼到了封号斗罗。原来如此，夏前其实对万年前的事情并不是太感兴趣。几番闲聊后，夏前打算伸手去触摸下水冰儿，他这是想要看看召唤出来的亡灵是否准许主人为所欲为。水冰儿慌乱的躲开了，冰雪白玉的脸颊上多出些许粉红，语气也有些慌乱。少主，冰儿已经有丈夫了。夏前愣住，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也对，自己召唤的是已经寿终正寝的水冰儿，只是容貌选择了水冰儿最巅峰的时候。没成神的水冰儿当个孤家寡人的可能性很低很低。有丈夫吗？这个在夏前这里算是加分项了。再加上被召唤回来的水冰儿身体还是纯洁无瑕的，灵魂是贤妻良母，极品中的极品。他灼灼地注视着水冰儿，语气认真：“你的丈夫是什么身份？”这次简单的试探夏前可以确定亡灵的忠诚度没任何问题，但这不代表着夏前能肆意妄为。水冰儿撇过头，不敢去和夏前对视。但对于夏前的问题，水冰儿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丈夫并不优秀，只是一名魂圣级别的辅助魂师，但我很爱他，我还和他生了一儿一女。少主能不能……”想到了什么，水冰儿渴求地看着夏前。很显然，她是希望夏前也能将她的丈夫从地狱里召唤回来，让他们开启20之恋。这个嘛，夏前故意做出纠结的表情，在水冰儿祈求他好一阵子功夫后才松口。也行，未来要是机缘巧合下遇到，我会将他带回人间的。夏前盯上的猎物可不会转让给其他的人，但如何猎取猎物的方式可就太多了。希望水冰儿到时候不会后悔自己将她的丈夫复活。夏前肯定会对水冰儿的丈夫下达个守身如玉的命令，看这水冰儿怎么办。谢谢少主，少主你对我们一家人的恩情太大了，冰儿真不知道如何感谢。如果少主真将冰儿的夫君和儿女们复活，冰儿可全都听少主你的。得到夏前的肯定后，水冰儿欣喜若狂地表达自己的感激。如果夏前真让他们一家团圆的话，水冰儿是真的可以豁出去。少主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夏前在他心里的重要性不低于死去的丈夫。回到家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南水水就开始源源不断的上菜，依旧是全龙宴，让在极北之地寒气入体的夏前补充了大量的阳气。晚上，夏前才算真正意义上体验到了魂圣级别女寡妇的可怕。对于南水水的疑问，夏前也是解释了不少。你就放心吧，我既然把你娶进门，自然是会对你负责到底的。夏前可不是始乱终弃的渣男，南水水这个女人她很满意，未来要是加上秋秋，那更满意了。真的到底了，这个我很确定。南水水今天彻底满足了，心里也不去东想西想。夏前和自己新婚妻子在龙城内过着自己的幸福蜜月，而在日月帝国那边，南水水曾经的前男友明雷斗罗在得知这件事情后，怒不可遏。好，天龙门，你已经有取死之道。南水水是明雷斗罗的初恋，在明雷斗罗的心里有很重的分量，就算是分手了也忘不掉，恨不得和南水水一直在一起。明雷斗罗是个变态，有这样的想法太过正常。南水水的丈夫，也就是南秋秋的父亲，就是被明雷斗罗所杀。如果当初不是玉龙城出手，南水水早就被明雷斗罗给掳走到日月帝国。明雷斗罗本就和天龙门有些许恩怨，现在天龙门居然还敢强行霸占他的女人，多出一个封号斗罗级别的帮手，就自以为很了不得了是吧？正好斗魂大赛也要开始了，老夫趁此机会去一趟天魂帝国也合情合理。天龙门的老东西，做好迎接灭门的准备了吗？接下来的日子，水冰儿在冰帝的指点下，借用玄冰髓的力量凝聚出第一枚魂核，同时魂力等级也提升到了96级。夏前放弃千军斗罗选择水冰儿是非常明智的，有了魂核后，水冰儿的战斗力提升了不下2倍，足以和现在的严少哲这种96级超级斗罗相比。稳固好自身魂力后，水冰儿将魂核之法传给了玉元镇，玉元镇也成功凝聚出属于自己的魂核，魂力提升到了96级，战力增幅巨大。2个96级超级斗罗坐镇的天龙门已经可以称之为
天魂帝国第2宗门，仅次于本体宗。不过水冰儿的事情，天龙门暂且没有对外宣布。天龙门明面上只有2名封号斗罗。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夏前估摸着还有半年的时间，斗魂大赛就会开启。在这之前，夏前打算再去猎杀几头5万年以上、10万年以下的魂兽，增添麾下魂圣魂斗罗级别高手数量。水冰儿和玉元镇都成功的凝聚出魂核，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去检验下他们的战斗力。小子，有人来了，气息非常邪恶，应该是圣灵教的那些杂碎，你们提前做好准备。还未等夏前让南水水带着他们去找寻合适的目标，冰帝就通过精神力传音给他。活了几十万年的冰帝对圣灵教也有所了解。夏前微微色变，什么圣灵教？圣灵教为什么会来这里？难道是发现了你的踪迹？他现在是宁愿和史莱克学院为敌，也不想和圣灵教那些家伙扯上关系。冰帝看夏前的表情，可以确定圣灵教来的那些人和他无关，心里也安定了不少。他还真担心那2个封号斗罗是来配合水冰儿他们3个来猎杀自己的。2名96级的封号斗罗再加上3名寻常封号斗罗，还真的可以和他一战了。但既然不是，那一切都好说。为了不让自己舒适的生活被人打扰，冰帝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都告诉给了夏前。来了2个封号斗罗，一个93级武魂应该和雷相关，另外一个91级武魂应该是特殊的器武魂。除此之外，还有2个魂斗罗外加7个魂圣，应该不是你们的对手，你们自己注意一些，必要的时候我会出手。冰帝给的情报让夏前有了些许猜测，不由得看了下被自己搂在怀中沉睡的南水水，自己都把南水水肆意摆布的孩子都有了，还不能让南水水的初恋愤怒下？不愤怒那不成乌龟了吗？真以为谁都是乱龟啊？那就来吧，老子可是越战越勇的，你们2个刚刚好可以给老子带来2个封号斗罗级别的打手。想到这里，夏前翻身就压在南水水的身上，这让冰帝忍不住怒斥一声混账。他原本以为夏前要和他商量什么战术，所以说精神力也就一直监视着夏前。结果夏前没聊2句，居然就去干那种事情，真的是让冰帝想一气之下把夏前剪了，脏了他的眼睛。明雷斗罗来到这里后，示意随行而来的万魂斗罗带着其他的人先去把天龙门围起来，等他去了后就一起攻击，直接将天龙门给灭了。他本人则是去了地龙门，想看看自己的初恋南水水现在是什么情况。当然，明雷斗罗找南水水的核心目的还是打算亲自将南水水的现任丈夫千刀万剐。根据记忆和南水水身上那独一无二的气息，明雷斗罗来到了南水水的闺房外，看着被烛光映照在墙壁上的画面，明雷斗罗呆滞在原地。他不敢想象那是自己的初恋，水水不可能是那样的女人啊，至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小畜生，老子要杀了你！还有南水水，你这个贱人，跟老子谈恋爱的时候跟个死鱼似的，原来你他妈的会叫啊！老子今天要你的地龙门灭亡！一道惊雷闪过，南水水闺房的大门直接被轰烂，乌黑色的雷电并没有被墙壁隔绝，猛然冲向粘在一起的2人，是要将夏前给活劈。南水水急死了，紧张的不得了，他听清楚来的人是谁，也就有了种被抓包的感觉，本能的将夏前护在身前。好在夏前的保镖水冰儿给力，一个念头就竖起一面冰墙，轻轻松松就化解了明雷斗罗的偷袭。封号斗罗，居然还有个封号斗罗！看到水冰儿后，明雷斗罗感觉有些不妙，情报里完全没有水冰儿的消息。如果是3名封号斗罗的话，那他的计划就很难实行了。就在明雷斗罗心生退意，打算回去重新计划的时候，穿戴好的夏前搂着脸上还有红色余韵的南水水走了出来。夏前知晓此人身份，却是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困惑询问夫人：“这个家伙是谁啊？”南水水根本不敢去看明雷斗罗，也不敢看夏前，低着头回答：“我不认识，夫君你快点把他赶走吧。”一句不认识，让明雷斗罗的火气直接飙升到了极点。他那原本就和帅占卜上面的脸直接就扭曲了起来，怒吼道：“南水水，看清楚，老子是你男人，你不认识我，你是真的恶心，居然和这么个废物在一起，你看中了他什么？那张脸！”南水水更加紧张了，他不是在意明雷斗罗，而是害怕夏前多想，他不能再没有夏前这个完美的小郎君了。夏前拍了拍他的手以作安抚，随后对着明雷斗罗笑道：“原来是你啊，明雷斗罗，我的修为虽然不如你，但我的确是长得帅啊，而且我和你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不只是中看，还中用啊！你都成太监了，还在觊觎我家水水呢？不中看，不中用，太监，这些词语对男人的杀伤力太大了，尤其是明雷斗罗还是个封号斗罗，圣灵教的3长老，位高权重。夏前短短几句话就已经让明雷斗罗直接失去理智。去死吧！明雷斗罗彻底黑化，他一开始是想活捉南水水，可现在是打算直接将南水水和夏前一起杀死。为了避免自己被水冰儿这个神秘的封号斗罗缠上，明雷斗罗祭出自己杀伤力最大的魂导器浮游鬼雷珠，打算直接将夏前和南水水炸死，同时牵扯住水冰儿。可惜想象是美好的，结局是残酷的。他的浮游鬼雷珠还没有丢出去，整个身体都被冻结成冰雕。怎么可能？居然还有！这一刻，明雷斗罗才发现在场的好像还有1名封号斗罗，而且还是不低于97级魂力的可怕存在。简而言之，就是小小的龙城内有4名封号斗罗，这传出去谁信啊？恐怖的寒意将他冰封，没有3-5个呼吸的时间根本没办法挣脱。而水冰儿不可能给他时间，身形猛然突进到明雷斗罗的面前。第9魂技雪飘人间，冰晶凝聚出来的至寒之剑和雪地的地剑冰极无双有些许异曲同工之妙。明雷斗罗身上有9级魂导器级别的护罩，正常情况下来说，这9级魂导器足以抗住封号斗罗好几下攻击。可好巧不巧的是，9级魂导器催发出来的能量罩在被冰雪侵蚀后，防御力会大幅度削减，而96级的水冰儿爆发的威力又太强，一剑之下，明雷斗罗的9级防护罩直接破碎，他的脑袋也骤然落在了地上。其实明雷斗罗还有个无敌护罩，此物的防御力更强，就算是97级的超级斗罗想要破开都得花点功夫。可无敌护罩是主动魂导器，需要明雷斗罗主动触发，被冰帝硬控的他很明显没办法催动，最终也就寻常的防御护罩触发，没什么意义可言。还有一个封号斗罗，外加一些小杂鱼，玉元镇，你去清理了吧。召唤出自己的亡灵法杖，将明雷斗罗的鬼魂吸收后，夏前对着玉元镇吩咐道：“只是一个91级的封号斗罗而已，96级的玉元镇加上玉龙城足以轻松将其击杀。”玉元镇没有废话，当即离开。水冰儿也护送着夏前慢慢的跟上。诛杀那名封号斗罗后，夏前还得吸收他的灵魂，所以说还是得跟着去一趟。万魂斗罗在察觉到自己被发现后，直接释放自己诛杀的万人鬼魂来掩护自己撤退。可惜他算是遇到了自己的克星。第8魂技苍雷万钧，玉元镇和玉龙城同时释放天雷控场，万魂斗罗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正在看戏的夏前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那
就是万魂斗罗释放出来的亡魂居然也能被自己的亡灵法杖吸收，这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险些将夏前给砸晕。他当即开口命令玉元镇和玉龙城别杀这些冤魂，直接杀万魂斗罗。得到夏前的命令，玉元镇和玉龙城也就用雷电裹挟自己，不清理杂鱼，直接对着万魂斗罗杀去。绝对的实力压制下，万魂斗罗撑了7个呼吸的时间后，还是被雷电击烂肉身，死的不能再死。万魂斗罗死之后，跟着来的魂斗罗和魂圣也尽数伏诛，一个人都没有逃走。此番夏前吸收2个封号斗罗级别的鬼魂，3个魂斗罗，13个魂圣。万魂斗罗的万魂番武魂内有1个魂斗罗，外加5个魂圣，9个魂帝级别的冤魂，买1送1，算是被万魂斗罗诠释的淋漓尽致。夏前今天是大丰收了，献祭的灵魂还能融合，今天收获的鬼魂夏前打算全部献祭。到了操控界面后，夏前才发现可言一次性将所有的鬼魂给献祭了，还来召唤更强亡灵的机会。如果夏前分开来的话，可以召唤2名90到95级之间的封号斗罗，外加3名魂斗罗，诸多魂圣魂帝，余下的几千个杂鱼冤魂可以再组合献祭成魂斗罗。可要是夏前一次性献祭的话，能召唤1名96至98区间的亡灵。看着系统提供的选择，夏前纠结了下，最终选择全部献祭。他现在就缺少一个战力扛把子级别的存在，而且自己干掉了圣灵教2名长老，未来圣灵教说不定还会来找夏前的麻烦。叶溪水或许不会亲自来，可钟离屋之类的可能会啊，有个魂力等级高的坐镇才安全。纠结过后，夏前做出了选择，全部梭哈。亡灵1，火龙斗罗柳二龙，96级封号斗罗；亡灵2，剑斗罗陈星，97级封号斗罗；亡灵3，啸天斗罗唐啸，97级封号斗罗；亡灵4，惊愕斗罗，98级封号斗罗；亡灵5，青鸾斗罗，97级封号。不得不说，合成献祭后的含金量一下子就上去了。这5个亡灵就算是最弱的柳二龙，价值都比2名寻常封号斗罗外加诸多魂斗罗魂圣要高很多，更别说还有98级的恐怖存在，10个普通的封号斗罗都比不了一个98级啊！出于为了2D考虑，我应该选择柳二龙，让柳二龙和水冰儿合成冰火龙凤两重天，和南水水合成双龙水火吸珠。不对，是让玉元镇和柳二龙博执重逢。但为了表现出我是个理智的雄主，我没得选择。98级已经杀死比赛了，这个时间段98级的也就3人而已。有了惊愕斗罗在，天龙门已经可以和本体宗相比了。惊愕斗罗的战斗力的确是不如毒不死，可玉元镇和水冰儿的强度大于本体宗其他的封号斗罗。唐啸虽然战斗力可以比肩惊愕，可终究只是97级，而且唐啸要是出手的话，定然引起昊天宗的注意。其他的人认不得唐啸，大名2名会不认识，到时候小瘪三不就入场了吗？青鸾斗罗比起惊愕斗罗跟唐啸更没优势。至于陈星，的确是帅，也能让他去帮忙将整个9宝琉璃宗给吞并，但他的战斗力在3个97级当中属于垫底的，未来有机会再选吧。亡灵选择成功，将随机刷新在宿主的身边。做出选择后，夏前这才松了口气，随着扯了扯自己的睡衣遮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南水水在房间内局促不安地坐着。夏前回来后，他当即起身想和夏前解释，夏前伸手示意，放心吧，过去的都过去了，此事不要再提，你不要怪我把他杀了就好，反正他又不是只会有南水水一个女人。夏前这么说，南水水安心了，挽着夏前的胳膊补充，这种邪魂师就该死，我还得感谢夫君你为民除害呢。明雷斗罗不死，死的就是地龙门的人了。就算南水水心里还有明雷那么一点点明雷斗罗的位置，身体上已经没了，全都被夏前给捣散。不好了，有个98级的人类突然出现在这，不等夏前歇口气，冰帝再次用精神力传音而来，这次语气中带着强烈的不安。98级的人类魂师足以威胁到他的生命，冰帝就搞不懂了，那个98级的存在怎么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来的真的是太过诡异。夏前安抚道，放心，那个人是我的手下，不会对你不利的。不出意外是惊愕斗罗刷新到了龙城。冰帝，你到底是什么人？就算是史莱克学院的未来院长也没这待遇吧？98级魂力的人当手下，就算是99级的极限斗罗也没那能力强迫98级魂力的高手认夏前这个魂宗为少主吧？这夏前难不成是神2代？除此之外，冰帝找不出别的原因。夏前不做解释，带着南水水到外面去迎接惊愕。玉元镇、水冰儿和玉龙城在这个时候也将诸多的战利品收集而来，准备交给夏前处置，其中有几件9级魂导器，说不定对夏前有用。看到惊愕斗罗后，玉元镇和水冰儿猛然变色，他想不到自己的主人居然将这个老东西给复活了。不过他们还真不好直呼其名，也就这么看着惊愕斗罗。惊愕斗罗倒是比较热情，主动和玉元镇打招呼。你这条老龙也算是出息了，居然修炼到96级，被复活的人都知晓自己来到了万年后，不该说的都不会乱说。玉元镇对惊愕斗罗可是充满了畏惧，虽然武魂殿是灭了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元凶，但玉元镇知晓此事和惊愕斗罗的关系不大。惊愕斗罗既然主动打开话题，他也就顺势接下，还是比不了前辈你啊，98级是我这辈子都不敢幻想的境界。98级一出，玉龙城色变，蓝水水腿软，他们可是非常清楚98级代表着什么。现如今整个斗罗大陆明面上，也就史莱克学院有一位修炼到98级的存在，天龙门也要有了吗？如果真有了，天龙门足以成为天下第一宗门，这种装逼的机会夏前自然是不会放过。他低声解释，玉门主，这是我家一位前辈，98级巅峰斗罗，可以算是天龙门的第4名封号斗罗，不过他的消息暂且不要对外泄露出去，你可明白？98级的确是爽，但要是泄露出去的话，天龙门就成为出头鸟了，这并不是夏前想见到的局面。玉龙城怎会不知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当即点头应下，属下遵命。随着惊愕斗罗的加入，玉龙城觉得自己越来越没存在感可言，他心中有了个离谱的猜想，难不成夏前承诺给天龙门带来的10位封号斗罗都比他要强大？真到了那个时候，天龙门还是天龙门吗？可他也没得选，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南水水想不到自己的男人居然还藏了这么个恐怖的存在，愈发满意这个人小鬼大的丈夫。惊愕斗罗来了后也陷入闭关当中，他也要凝聚出自己的魂核，就算凝聚出魂核也难以改变自己最弱98级的名头，但至少不会被厉害的97级魂师越级挑战。没有魂核的情况下，98级的惊愕对付绝世17的97级强者真有很大概率翻车。再则，惊愕斗罗并不是没有机会修炼到99级，他有10万年魂环，而且还有3块魂骨，再努力，惊愕能更进一步。完事后夏前就回去休息了。冰帝这个时候都不敢大口的吸收玄冰髓，他有些畏惧的和夏前继续聊天，你真的不会对我下杀手吗？惊愕加上玉元镇跟水冰儿已经有了将他杀死的能力，放心吧，我说不会杀你就不会杀你，只要你不和我为敌，我都不会将你如何。也就夏前心善，记着冰帝给他猎杀了一头10万年魂兽，让他把水冰儿这个尤物复活的功劳，不然夏前说不定还真的会想办法把冰帝给干掉。杀死冰帝有不低的几率让夏前能复活斗异时代的3大极限，再不济也是陈星、青鸾、雄狮、唐啸这个档次吧，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有了夏前的承诺，冰帝这才安心，准备继续吸收玄冰髓的力量。夏前开始返
反问：你什么时候能修炼到40万年？冰帝如实回答：差不多2个月后吧。行，你提前想好猎杀的目标，别到时候赖账。冰帝可还欠着下前一头10万年魂兽的债务。知道了。这个时候的冰帝可没胆子赖账。之前的冰帝想着随便猎杀一只10万年的魂兽交差算了，可在见识到下前的可怕底蕴后，冰帝觉得自己或许要给下前准备一份大礼。既然他度过40万年天劫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未来还会达到50万年甚至60万年，那么极北之地3天王少一个好像也无伤大雅。